大家好，说实话，有时候我对自己的铁口相当的自信和傲娇，但是这回新闻我突然之间发现我的铁口再次成真的时候，我居然感觉相当的无语和无奈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赵丽颖的演技已经再上台阶了，已经接近梦想了。结果呢，明明一出十足好戏的结局，居然还是被那双看不见的暗夜的黑手给活活的拖累住了。反过来回看王一博的风起洛阳，恰恰那些个稍带着火药味的花絮们，反而让人稍的宽慰了一些。那种严冬掩饰不住的希望，仿佛冻土下面的种子正在孕育着来年的希望，而且是幸福满满的那一种希望。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晒，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今年赵丽颖的人生的考验可谓此起彼伏，让人目不暇接。上线的作品《理想照耀中国》以及《谁是凶手》都是非常考验个人演技的佳作。尤其是《谁是凶手》，赵丽颖一上线就得到了高度的认可了。截至目前为止，这部网剧《谁是凶手》在影评的平台上评分依旧稳定在了7分的水准，这样的成绩算是不过不失了。对于这么一部悬疑剧来说，这样一种大结局的成绩下，已经算是相当的出彩了，有惊无险的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在《谁是凶手》开始播出的时候，就已经反复的一路都提到过了编剧的各种的 bug， 以及新闻我对编剧的各种的操心和担心。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之前的详细的解释。该剧自从播出之后，就立马掀起了全民的猜题，也就是说，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的猜谜的热潮。这种悬疑感真的是很拉风拉好评。三大实力派赵丽颖、肖央、董子健的演技算是开局不错的了，炸裂开来的了。可惜的是，谁是凶手经过大半个月的剧情的发酵，收官落幕的时候居然遭到了潮水一般的评论吐槽。不少人哀叹说，这是我生平所见最敷衍的大结局。更有人吐槽说，很多情节突兀，而且莫名其妙，最后的结局等于看了个寂寞。可以说，谁是凶手在赵丽颖一开始登场的时候所掀起的收视狂潮，在赵丽颖一场气血飙泪的高潮过后，就立马高开低走了。可见，正如新闻我开播之前的担心一模一样，所被删掉的1/3的剧情果然都是精彩。这个凶手在悬疑拉满的连环案当中杀害了这么多的人，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化身，什么样的目的呢？为什么要苦心积虑的去这么做呢？各种犯罪之后，凶手到底凭什么高超的硬核的手段隐藏那么久的呢？而且高智商加上高情商的罪犯是如何对同样高智商加上高情商的沈宇进行了长达17年的精神上的控制呢？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大结局之后，所有这些异常烧脑的包袱，异常精彩的梗，居然都没有明确的交代出来。更加离奇古怪的是，这么一个
比行事缜密、逻辑聪明的沈宇还要厉害得多的凶手，居然还是一个最不可能犯案的精神病患者。说实话，我只想说的是，编剧自己是不是算上这么一个呢？话说，影评平台的吐槽，即便一片的哀鸿遍野、落花流水，但其实观众们还是对这部剧手下留情的了。结局敷衍成这么一个样子，居然还能够继续的保持在 7.0 的稳定的分数之上，这一届的观众们真的是好宽容。或许按照新闻我自己的理解，只能说这次艰难扛住戏的这个赵丽颖已经把大多数的观众们都给共情管理住了，所以无法自拔的观众们最终还是下不了手，去狠心的给出内心里面的差评了。新闻我对前期的各种的伏笔、各种的 bug 已经解释的很多了，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了。这些情节上的突兀、剧情上的漏洞，只要后期收尾圆满的话，说得通的话，注定是 9.1 的高分的可能性了。结果呢，真的是没有了结果了。根据剧情的解释，或者说编剧的解释，胡山泉的杀人的动机就是误以为自己和受害者是家人，因此呢，在得知受害者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会立刻采取行动，去断送了这些无辜女性的生命。话说，在前期的各种的高频度、高惊悚的剧情铺垫当中，这个所谓的精神病患者居然成功的造成了多起严丝合缝、异常缜密的连环凶案，而且他还是个没有身份、没有背景的底层人，但是他就能与生俱来的拥有了各种堪比通天的好功夫、好本事，不仅能够轻松的搞到严格管制类的麻醉药和激松剂，还能轻轻松松的藏匿在工地中和城中村当中，做个超凡能力的透明人了。这么多年来，他拿着明晃晃的假身份证，轻轻松松的生活，轻轻松松的赚钱，而警方却一点的线索都查不到。这么夸张明显的火星般的漏洞，编剧肯定是坚信大家伙都是肉眼看不见的。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中国已经堪称世界上监控最严格、无死角的集权国家了，没有之一。今天的中国，便衣警察通街走，朝阳群众全天候。无论在中国哪一个的城市的角落，在哪儿租房子不需要身份证呢？在哪儿打工不需要身份证呢？靠假身份证去行走天下，压根儿就经不起任何的查证，经得起任何的推敲的。谁办事儿不是仔仔细细去核对证件的呢？因此，这么一个杀手，一直可以隐形人一般的藏在工地里，住在城中村，让这部剧的真实性只能出现在荒无人烟的火星，或者说月球的表面上了。一路以来，百万计或者说千万计的观众们都被谁是凶手深深的吸引住了，就是因为这个编剧把这个凶手塑造成了一个极度疯狂、极度聪明、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烧脑的杀人犯了。结果呢，到了最后，极其普通，压根儿就没有额外交代过逆天本事的这个普通人一枚的这个胡山泉，居然在编剧的特殊的指导下，大包大揽了所有的罪行以及所有的不可能。一部有核心、有看点的推理剧，应当是能够把剧情交代的明明白白的，说的通通透透的，能够把故事的内容表现的生动有趣，并且环环相扣，扣人心弦，这才是悬疑剧的重点。试问一个精神病患者激情杀人，
无脑行凶的话，能有什么悬疑感可言呢？这部剧的结尾把病态当成了高潮，简直可以彻底摧毁掉所有正常的犯罪心理学以及福尔摩斯的高端逻辑学了。因此第一集当中向夏金兰求婚的问号男，这就无需交代了。沈海洋当年打胡山泉的原因也再也不用解释了。而夏金兰被杀之后，电视旁的那个相框被故意的换掉，算是剧组的漏洞的了。至于何伟光昏倒的时候明明在8楼，又是谁把他搬到了9楼的呢？这个芝麻绿豆般大的细节同样也会成了无头的悬案了。所有这些在前期铺排挖好的各种的悬疑坑当中，虽然成功的吸引到了无数观众们的悬疑的目光了，但是到了大结局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坑一个也没有填，都给精神病给掩埋了。所有这些前期埋下的伏笔逐一变成了无解的笑话了。现在再从结果再回看回去的话，悬念这个玩意儿从头到尾都在好看与紧张之间反复的横跳着，而这些原本好看和紧张的逻辑的 bug 居然成为了这部悬疑剧的刀刀不见血的真正的致命伤了。新闻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2年来观众们对于国产悬疑题材充满了无限的期待，都是因为隐秘的角落以及沉默的真相这些高分较好又叫座的好剧的不断的影响。尤其是隐秘的角落一上线就成为了爆款，把爱奇艺所推出的迷雾剧场成功的打造成为了金字招牌。结果呢，可惜的是今年的迷雾剧场推出了这么多的悬疑剧之后，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部谁是凶手，终于在题材内容、演员阵容以及剧情节奏上牢牢地抓住了所有观众们的眼球了。结果呢，结果却成了高开低走，结局烂尾。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隐秘的角落除了紧张的悬疑的氛围的制造之外，更能够让观众们一道去反思一种社会学的价值，其中就包括剧中所呈现出来的原生家庭、教育问题、孩子心理问题等等等等，甚至还包括普通人走上犯罪的那些社会原因的诱因的探讨，都是强烈的真实背景和极大的讨论空间。但是谁是凶手这次算是玩脱了，因为让一个精神病患者去行凶的话，那就完全无需任何的理由和解释了。至于说凶手又是如何蜕变成为高情商兼具高智商的精神病患者的呢？而且凶手为何会努力幻想自己就是受害者的家人的呢？最吊诡的是，既然凶手摆明了是要复仇，却又为什么不断的享受着整个杀人的过程呢？这些高级铺垫的悬疑感通通都没有第一集清晰的交代出来，这堪称谁是凶手的最大的败笔所在了。话说我也无奈过无数回的了，那就是谁是凶手本身有24集的饱满的内容，但是成片上线之后居然有8集的内容不翼而飞了。可以肯定的是，这8集的内容肯定是删减了很多格外关键的剧情了，其中就肯定包括对前期伏笔的那些必要的解释和填坑。当然了，如果不是强行过审的问题的话，谁是凶手应该会在这个惨不忍睹结局上会更加的圆满一些的。有意思的是，
同样在同样一个审核体制下的那个隐秘的角落，最终还是做到了让所有的观众们拍手叫绝，成就了一代的经典。这就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了编剧的差评真的是承前启后了，真的是继往开来了。总而言之，您如果对谁是凶手有多期待的话，那么我都不用脑补了，都能够明白现在的您有多失望了。从演员阵容上看，谁是凶手处处都是眼神杀，处处都是小悬疑。但是按照这种精神病的结论，即便是地表最强的天花板级别的神级演员，也完全救不了这种完全匪夷所思、敷衍了事的大结局的。以赵丽颖飞跃的演技勉强支撑起来的谁是凶手，应该最后改名叫做谁是受害者。这样的改名应该是最贴切的，因为明晃晃的这部剧最大的受害者，戏里戏外都是这个扛戏却挨打的倒霉的赵丽颖。因为这种结果的设置，甚至把赵丽颖所饰演的心理医生算是彻彻底底的给洗白了。沈宇其实就是一个最惨的受害者了，而且还是打小就是的那一种，从一开始他就是了。亦正亦邪的赵丽颖算是成功的救了这部剧了，因为 7.0 的成绩真的是不差，但是他最终还是救不了这么样一个彻彻底底扔掉了常识、扔掉了逻辑的狗血的编剧。相比于其他两位主角，赵丽颖扮演的这个沈宇所受到的伤害实际上要大得多得多。他不光在父亲遇害的时候就站在了门外而浑然不知，更加悲催的是，他还误将真凶当成了自己的父亲，而且还一直蒙在了鼓里面，达到了整整17年之久，并且这个智商根本就不低的沈宇还都一直生活在真凶精心编织的用来精神控制的黑色的网络下面。这个高智商高情商拥有超强反侦查能力的高段的凶手，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内成功的结束了一个警察的性命，并且成功的震慑住了肖央，说明这个凶手肯定是个高手之中的高手，牛人之中的牛人了。这个无解案件的复杂性交织着大量非常神秘的凶手的背景，所有的线索似乎都已经定向给了高智商的心理医生沈宇，或者说黑客胡叨叨等等等等的人设。这样一个异常烧脑的铺排其实相当的成功和完美。结果呢，完美的遐想抵不过草率的收场，结果毁三观的结局让一个凶残狡诈、能力通天的传奇人物定格在了3个字的身上。这3个字不是吴山泉，而是不可能。12月21号晚，赵丽颖的工作室发文称，晴天已至，幸福将至。这或许算是赵丽颖彻底拨开迷雾的最大的利好消息了。目前为止，赵丽颖剩下的一部未播剧就是这部《幸福到万家》了。她在剧情里面饰演的角色就叫做何幸福，因此工作室昭告天下的幸福将至，明晃晃就是这部即将展开明年春天的时代正剧了。王炸姐姐的大热剧仓促的收官，遗憾的收场。王炸弟弟的风起洛阳依旧热度不减，让人慨叹不已。编剧的功力真的是稳稳的芙蓉牡丹令啊！该剧开播时的热搜有点跑偏，王一博的演技被宋轶的美颜以及咏梅和黄轩的精彩的演技
陆续的笼罩着，而宋茜的哭戏也跟着跑偏了，开始让人捉急了。尤其是关于王一博的演技上的争议，更是争议不断，其中不少人来来回回的抨击他的演技差、面瘫脸等等等等，这些我都讲过多次的了。其实王一博的表现力到目前为止已经逐渐的开花结果了，已经开始很有层次感的了。尤其是他对角色的投入和态度，在各种的花絮当中展示出了许多脑补不到的真实和进步出来。这些幕后的真实和不断的进步，真的值得大家伙多些尊重，少些诟病。例如说，在拍摄《风起洛阳》的过程当中，这个用心的王一博有一个摔跤的场景和戏份，需要他带上护膝。结果呢，这个王一博拒绝带上护膝。为什么呢？因为他强调说，没有护膝，自己摔跤的效果会更加的逼真。这种毫不矫情、追求真实的态度，我要给满分。而且这场摔跤的戏份，这个王一博居然还拍摄了很多遍，直到现场所有人都表示说非常非常满意为止。这种细节到位的认真的精神，顶流当中认真没有几个。而且有些好玩的花絮更能够说明问题了。比方说，王一博曾经多次和导演争论剧情的问题，他如果觉得剧中不合理的那些原始的设定，他肯定都会主动的提出来的，不做掩饰的，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混日子的那种。这种打通所有关节、追求所有完美的认真的态度，我还是要给满分。因为一部剧的好坏跟年不年轻无关，跟知识多寡无关。因为年轻可以去学，多寡照样也可以去学。因为通与不通，懂与不懂之间就差那么一个字，您猜是什么字呢？在形容我看来，那就是一个问字了，或者说推敲这两个字了。因为没有哪个编剧是完人，剧情肯定会有 bug， 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演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绝对能够在演绎的整个过程当中，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能够发现出问题，能够关联出问题。这就是一部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十足好戏的硬核的刚需了，也是一个演员优秀与否的背后的刚需了。如果您也深深的佩服这个喜欢认真，甚至说喜欢较真儿的这个王一博，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5个字的短评，也就是认真出奇迹这5个大字。因为人无完人，喜欢不断的挑战真相，喜欢不断的挑战自己，前途就必定是光明的、通畅的，您说是不？我坚信聪明的赵丽颖也绝对做得不差，而且自带编剧护体的话，都是3重保险的优质之选了。然而呢，这个世界太多的不容易了，太多的想不到了。1/3的戏份给砍掉的话，绝对是一种不正常的处理的方式。所以说，烂尾的收场注定都超出了所有人的可控的范围了，除了那个编剧之外。从一开始我就深深的怀疑谁是凶手的编剧的功力了，结果呢，还是被我不幸的给铁口言中了。现在好了，结果出来了，定格在了 7.0 分上了。谁是凶手的编剧，我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会选择坚定的去相信他的，而且还会一直的站在他的身后，默默的狠戳着他的脊梁骨的。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斐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
都特别的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都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可以点亮了所有的黑夜，给带来了全部的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集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